放羊有很多品种，在特性上也有差异。像这种周皮放羊，与其他放羊相比，它的耐旱性强，生长快，养护也简单。这是早几年花几十块钱在市场上来的一个合栽放羊，把它们分开单独养。这一盆种的时候大概就1公分粗，种了5年时间。另外一棵已经有10几公分粗。现在市场上像这种周皮放羊稍微大一点的，动辄成千上万。卖个大的暂时不动它了，也给自己留一个万元梦想。这种放羊只要种养的环境合适，肥水得当，它的生长是很快的。玩这种放羊，先不要剪它的枝条，把主干和根盘养出来，这是关键。尤其是对根盘的培养，根盘的成型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整棵树的操行利益。像这个方向的根与干形成了一个坡面，比较流畅，根的抓力感强，可以把这个树立一个斜杆，树朝这边倾斜。从这边看就最明显了，把这里抬高一点，形成一个斜杠，这样你就可以考虑把它做一个风洞的造型。树形确定好，把这些枝条进行定位，像这种水平枝、叶下枝等等一些基枝，先要把它剪掉。像这种枝就是缺枝也不要留它，缺枝是可以补的，把这些枝留下来就是一个败笔。这2个水平枝留与树是方向相同的枝条，这样前后错落出枝都有了。有朋友说，动起来就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。问题还是取舍难，难在舍不得剪，主要是心里没有底。我在上面说了，定枝先把一些不能作为造型的基枝剪掉，剪掉这些枝，取舍就是一个确定上下左右棱状交错的选择了，这样就显得容易了。像这里，这也是个水平枝，它是前后出枝，树势方向上下有枝，这条枝就可以把它剪掉。这样留枝就形成了一个棱状的交错分布。像这种同一水平的重铺之枝，就留一条枝。把枝条疏剪了，树桩的基本轮廓就出来了。当然，枝条的定位取舍是在枝条的丰满状态下进行的，这也就是在养这个桩的时候养根干而不剪枝的原因。干没养成就急于把枝条早早的剪掉，在造型中是没有选择余地的，这也就是朋友们在修剪时无从下手的一个主要原因。操作方便，先把这些过长甚至旺盛的枝条剪短，枝条定好位，再对干进行整形。这个主干要重新整理，买来的商品桩 S 弯太明显，就必须把它改掉。这个干有点粗，但是这种放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它的枝干比较软。用2根5号的铝线，铝是长绕成45度是最受力的。调整主要是把 S 弯的角度改小，主要是改变它的方向，按铝线长绕的方向扭动。要形成一个斜杠的风洞式，主干的上下要有收放，要使主干形成一分而立之势，把这个点头哈腰的背部抬起来。主干调整了，再把枝盘的方向调整好。枝随干而动，也就是常说的顺势而为。顺势而为进行整形，在风洞式造型中是最恰当的。
黄杨的皮很薄，在枝盘的调整中尽量的采用吊拉。盘扎时受力点要掌握好，把皮弄破了很可能产生失枝。像这种枝条就用2到3号的铝锌就可以。对枝条的调整，把所有的枝条都盘扎好再进行操作，这样就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调整的尺度。枝条调整好再进行修剪。这个顶有点高，要把它降低。把这个尾巴去掉。这种皱壁黄杨，它的侧枝生长密集，萌芽也快。修剪的时候要尽量的把它剪短。这个尾巴留了一截，把它做成一个舍利，填补这个空间。黄杨的根系是比较发达的，把这些泥土都基本去掉了。这些老根要把它剪短。老根的吸收能力是很弱的，只有萌发的侧根才能改善它的吸收能力。这个中性的根要尽量的把它剪掉。找好桩的平衡点。黄杨喜欢收松透气的土，用颗粒土或者是沙质土加腐叶土种，这样更有利于它的根系生长。铺上青苔保湿。这种黄杨扦插是很容易长根的，剪掉一半的枝叶，把它插在沙中，1个月左右就会长出新根来。玩盆景动手难，主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术式，先把干进行立定型，枝不能乱。培养一盆盆景，从养根干到定枝、修剪造型，整个过程是环环相扣的，这就是玩好盆景的规则。我是山泉龙茶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